大家好，在不同的国会议会民主经常表现出令人矛盾的一面。人们发现有时候民主并不总意味着独立思考和明智决策。最近呢，墨西哥议会和加拿大议会分别发生了两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凸显了这个问题。我们先说一些墨西哥议会的外星人闹剧。在墨西哥议会一场关于外星人存在的听证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声称存在外星生命的可能性，而墨西哥记者何塞海梅莫桑呢，则展示了在秘鲁发现的所谓外星人的遗骸。这些干瘪的身体引发了轰动，但科学家和专家们对这些声称的证据提出了质疑。这个事件展示了议会中的从众现象，许多议员似乎在不经思考的情况下跟随着掌声和社交媒体的热议。尽管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合理的质疑，但这并没有阻止议会中一些人对所谓外星人遗骸表示认同。这凸显了在面对复杂和科学性的问题的时候一些议员呢可能会更愿意迎合舆论而不是独立思考。我们讲完墨西哥再谈谈加拿大议会的这个纳粹老兵的尴尬。加拿大议会呢也经历了一场尴尬时刻。当时议会议长安东尼罗塔呢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演讲中鼓掌，称赞一位老人亚罗斯拉夫·洪卡为战争英雄。然而这位老人曾是乌克兰第一师的成员，而这支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合作。具体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宁静的星期五的下午，加拿大议会呢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的激情澎湃的演讲点燃了一把火，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使一个不起眼的老人成了全国的焦点。这名老人的名叫亚罗斯拉夫·洪卡已经年过90旬。他坐在议会的旁听席上，默默地聆听着泽伦斯基的演讲。但当泽伦斯基提到他为乌克兰第一师而战时，一股掌声席卷了整个议会大厅。这时议会议长安东尼罗塔站了起来，呼吁立法者鼓掌，并声称洪卡为战争英雄。泽伦斯基和加拿大总理加斯汀·特鲁多呢也站了起来为洪卡鼓掌。这一幕在电视屏幕上播放，迅速引起了争议和愤怒。洪卡呢成了焦点，然而他的历史呢却引发了一场道德困境。乌克兰第一师或者更为广为人知的是武装党卫军加利西亚师，是一支受纳粹指挥的志愿部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约有600名该师成员呢被允许居住在加拿大。这个决定呢一直是争议不休。洪卡呢和他的同伴被指控涉及杀害波兰和犹太平民的罪行。纽伦堡法庭呢认定武装党卫军是一个犯有战争罪的组织，但加利西亚师却没有被认定有罪。那这一争议后来又引发了广泛的抗议，特别是犹太社区表达了愤怒。加拿大犹太组织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中心表示呢，对庆祝参与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纳粹老兵深感不安。这一事件也使得加拿大政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那周末过后呢，议会的议长罗塔呢不得不发表道歉声明。他承认在泽伦斯基演讲后呢，他看到了旁听席上的洪卡，但他没有了解洪卡的历史。他补充说洪卡来自他的选区，这让他后悔自己的决定，并向犹太社区呢致以最深切的歉意。然而这个争议远未结束。乌克兰犹太社区和反对党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都呼吁特鲁多政府道歉。特鲁多办公室回应称罗塔已经道歉，并承担邀请洪卡和承认他的全部责任。那这一事件就揭示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和道德问题。洪卡所属的部门吸引了数千名乌克兰志愿者，其中许多人加入是对乌克兰独立的渴望。然而这个部队也曾与纳粹合作，参与了大规模屠杀。这种复杂性呢，使得对待洪卡和他的同伴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这一事件呢，就引发了道德困境，同时也揭示了从众的一面。议会的立法者似乎在情感和政治压力下迎合了周围的掌声，而没有深思熟虑洪卡的历史，这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特别是犹太社区感到愤怒。所以在墨西哥议会和加拿大议会都发生了这样的尴尬事件，它就凸显了议会民主的复杂性和民众的情感影响。在墨西哥争议的话题可能会是一些议员遗忘科学和证据，而在加拿大呢，
政治和历史问题可能导致议员们受到情感驱动，这就提醒我们呢，民主虽然重要，但也需要公众对决策过程进行监督，并要求议会代表独立思考和权衡各种利益。所以议会民主和实现民主并不能划等号。虽然这是地球上最可行的体制，但是墨西哥议会和加拿大议会的尴尬事件都反映了这个民主体制它的复杂性，以及在政治决策中这个情感和舆论的影响。所以这些事件呢，也提醒我们呢，议会代表应该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以确保制定明智和负责任的政策。好了，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介绍加拿大政策的新频道，谢谢收看，再见。